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李幸福。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海康威视会遭受业绩下滑，不得已进行大规模裁员。现在中国各级政府财政压力巨大，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砸锅卖铁来化债。像海康威视这样严重依赖政府采购的公司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国际地缘政治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原本公司制定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但这些新兴地区尚未能成为重要的新动能，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海康威视凭借监视器起家，搭上了城市基建的高速列车，实现了2010至2019年营收增速年化 36%， 利润增速年化 31% 的奇迹，被誉为安防巨头。据媒体10月12日报道，近日网传国内安防巨头海康威视或将进行裁员，裁员规模可能达1000多人，该公司原有的32个区域研发部门或将收缩至12个。记者从一位海康威视总部员工处获悉，该轮调整目前尚未波及海康威视的杭州总部，但未来可能还会再出现一轮调整。第一轮主要涉及海康威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区域研发部门，而下一轮调整可能涉及海康威视区域业务中心的其他部分。媒体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海康威视，对方回应称，公司不存在大规模裁员，是经营策略调整，需要优化总部及重点销售城市的研发力量，因此相应调整了部分区域岗位设置。根据互联网招聘平台上的公开信息，海康威视的区域研发部门除了分担部分研发工作外，还承担着给区域客户进行小规模定制、技术服务、培训等工作。有多位海康威视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本轮调整信息。被裁员的区域研发人员并不涉及公司的核心研发业务，10月份选择离开的员工能拿到 N+2 赔偿，目前湖南等区域已经没了。一位海康威视区域研发前员工在社交媒体透露，他所在的区域从年后开始就没什么业务，也没有涨薪，因此他选择果断跳槽。在收编调整的同时，海康威视还在持续进行大规模的高管调整。今年8月，海康威视在发布半年报之际，任命原总经理胡杨忠为新任董事长，聘任徐鹏为总经理，黄方红为高级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海康威视高层在今年8月的半年报的电话会议上称，公司高层的调整主要考虑年轻化，目前60后高管已经全部退出了。海康威视区域业务中心的调整或许与国内整个安防产业的发展趋势有关。据知名安防垂直媒体 A&S 2023年发布的报告，目前大型重点治安防控工程逐步进入尾声，而疫情推动的安防产品短期需求也已消退，公共部门对相关事业的投入呈现放缓的态势。房地产行业发展减缓，也对安防产品的需求带来负面影响。在接受 A&S 调研的安防企业中，有 46% 的企业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业绩增长和规模扩大， 42% 的企业平均单价上升，另有 34% 的企业交付周期变长。这些现象可能是当时安防产业需求增长导致供应链短缺的结果。这种供应链失衡导致安防设备商进行大量的备货，也有不少新厂商入局。海康威视业绩变化主要还是受大环境拖累。海康威视背靠中电海康，中电海康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公安的安防需求增长。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很容易拿到政府客户的大额订单，其中重要工程包括平安城市、雪亮工程、天网建设工程等。以政府客户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事业群及 PBG 业务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如今公司这项最重要的基石有所松动。2021至2023年，海康威视 PBG 收入从191.61亿元缩减到153.54亿元。今年上半年，该部分营收继续下降 9.25%。原来公司寄予厚望的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因素，新兴市场并未能如愿发展业务。
海康威视在投资者活动中表示 ，PBG 业务跟地方财政资金状况关系紧密。今年上半年，凡依赖地方财政投入的行业都普遍困难，公安、交警等领域的增长压力较大。不过，在应急管理、水利水务等行业，由于得到国债或专项债支持，公司业务还是实现了正向增长。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从公司业务结构看，除了面向政府的 PBG 业务，还有面向大型企业的 EBG 业务，以及面向中小型企业的 SMBG 业务。这两个板块上半年均实现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 7.05%、0.64%。海康威视表示，像这些不靠财政投入，仅靠自身资金为主的行业，对于安防仍保持了一定规模的投入。在安防领域，海康威视已成长为全球龙头之一，所以其海外表现也是市场的焦点。数据上看，海康威视的海外主业加上创新业务，总共能占到总收入的 34.41%。今年上半年，该部分营收约 114.41亿元，同比增长 15.46%。但受美国制裁影响，公司在美国的营收持续下行。对于海外业务，海康威视表示，如果剔除美国市场影响，实际上在美洲、泛欧洲、泛亚太、中东非4个大区均实现增长。发展中国家增长显著，不过从总体结构看，发达国家的贡献仍然占70%，发展中国家仅为30%。尽管发展中国家市场广大，但若是消费能力不足，也难以支撑公司业绩。海康威视方面谈到，从全球看，尽管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治安环境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具体市场形势也受当地政策、资金影响，难以概括出一个确定趋势。对海康威视而言，产品不仅要卖得出去，还要卖出好价钱。新兴市场能满足前者，未必满足后者。近年来，公司的毛利率并不稳定。2021年、2022年2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下滑 4.73%、4.6%。2023年有所回升，今年上半年再次同比微降 0.29%。海康威视称，从收入结构看，政府和企业也在消费降级，更愿意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不像过去更愿意尝试创新的高性能产品。从行业整体看，价格竞争比较明显，境内外2个板块的毛利率均受此影响。对于海康威视所面临的竞争，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道，一方面其压力来自大华股份、宇视科技这样的老对手，另一方面华为等企业也跨界安防，而且华为这种公司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方面更有优势，能提供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当下的龙头企业想要保持领先，未来的研发压力不容小觑。在研发新产品方面，由于美国政府在芯片、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全面封堵，海康威视也很难真正实现技术创新。虽然从半年报显示来看，海康威视研发投入持续提升，2024年上半年其研发投入 56.98亿元，同比增长 7.81%。但是由于关键技术封锁，从目前来看，公司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其实华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华为隆重推出的3折叠屏手机，只能不断挖掘生产方面的优化。对于人工智能、芯片方面这些真正硬核高科技，华为一直闪烁其词，回避正面回答。在需求减退的当下，许多设备商面临着去库存、寻找新增长点的压力。我知道你有理，但我们先不讲道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海康威视产品不断增加产品类别，覆盖城管、市政、冶金、建筑、农业、医疗等10大行业，70多个子行业的300多个细分场景。这导致了近年来公司员工数量不断增长，费用支出不断攀升，进而导致公司利润端增速长期不及营收增速。有业界专家的观点认为，海康就是一家平庸的公司，不做顶级的研发，就是靠山吃山，做点基础项目。
以前经济好，背靠政府大树拿不少项目，经济不好，拼实力创新的时候就劣势出来了。面对巨大的市场压力和复杂的国际环境，海康威视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公司依然在努力探索新的增长点，但核心市场的疲软和国际市场的变数，确实让这家曾经的安防巨头感到压力山大。那么，未来海康威视能否逆风翻盘？或者说，这是否是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缩影？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并点击小铃铛，关注更多关于商业和经济的深度解析。我是李幸福，感谢收看幸福频道，下期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鼓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